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鹦鹉小木屋，我是 Jack。不知道各位在养鹦鹉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曾经经历过，好像觉得家里的鸟宝跟自己越来越不亲近了，它们越来越不亲人了，甚至说有时候看到你就好像看到鬼一样哦，很想要赶快逃跑的感觉。不管我是从成鸟、亚成鸟，还是从幼鸟开始饲养，都有可能会面临到同样的问题。但是通常我们如果把成鸟从鸟店带回来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它们不亲人的比例比较高，或者是说它是母鸟带大的，所以说它在带回家之后啊，它就比较没有办法那么亲近人。可是有些人就认为说幼鸟跟亚成鸟带回家就一定可以乖，一定可以亲人，但其实啊也并非如此。他们在长大之后啊，如果我们没有时常的陪伴他们，或者是我们犯了以下的一些大忌，就有可能会让家里的鸟宝变得很怕你。有的人会说，这些鸟宝啊，就是因为太久没有互动了而恢复了所谓的野性哦。其实我们在照顾鸟宝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小细节、小动作都会影响着这只鸟宝它亲不亲近人，它会不会害怕它的饲主。如果你想要知道这10个重要资讯的话，一定要记得看到最后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跟鸟宝互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要轻声细语。我们在帮鸟宝打扫或者是整理周边环境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不要发出太大的声响。太大的撞击声、敲击声都是有可能会影响到家里鸟宝的情绪。如果我们平常在打扫的时候声音本来就会比较大的话，也可以先将鸟笼移去比较安静的地方，等你好好的打扫完一番之后，再把鸟笼拿过来。如果我们平常跟它们互动的时候产生了太多这种大声的声音，它们很容易就把它跟恐惧、把它跟害怕联想在一起。想当然，鸟宝在看到你的时候，就很容易把你跟恐怖的声音画上等号。久而久之，这只鸟宝就变得越来越害怕你。所以第一点，跟鸟宝互动的时候，轻声细语，尽量不要发出太大的声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行为。大家也可以特别注意一下。再来第二个，我们可以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用手拿东西给它们吃。吃是动物的基本生理需求。其实大部分我们所看到的训练行为啊，都是以食物当作为奖励。如果我们带一只成鸟回家，发现它非常害怕人，首先第一个，用手拿东西给它吃，是我个人认为很好的一个方式。即便是这只鹦鹉它曾经被人照顾过，但是它到一个陌生环境，遇到陌生的人，还是有可能非常害怕你。这个时候，如果它是手养的鸟，我们拿东西给它吃的时候，它愿意吃。我们渐渐的让他们认为人类的手拿东西就是对他们有好处的行为，而且也让他们觉得人类不会伤害它。那这个时候，人类跟鸟宝它的亲近度就会大幅的增加。如果这只鸟宝它没有办法接受你用手拿东西给它吃，那首先呢，我们可以注意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把食物用手放进它的碗里面，让它感受到这个食物是从我们的手放到碗里面的。等它慢慢的不害怕了，就渐渐的可以试试看拿手直接到它的嘴巴前面，看它会不会吃。但是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在给它们食物、给它们奖励的时候，不要一直盯着它们看，因为如果我们一直看着它们进食，他们是感受到非常有压力的。给完食物之后就慢慢的离开。这样子的做法也是有助于鸟宝跟饲主的亲近程度哦。第三个重点是循序渐进的相处。如同我们上一点所讲的我们在跟鸟宝还没有建立太大的信任感之前我们尽量不要做太多太大的互动，否则我们如果没有拿捏好的话，也是有可能让鸟宝跟我们的感情越来越远。也就是说，我们在跟他们互动的时候，千万不要太急。我自己的 IG 有时候会收到私讯他把鸟宝带回来1、2天就非常急着要跟他相处，好像要逼着他马上就亲近他一样。不要说鸟类了，任何动物都一样，怎么可能一带回家1、2天就马上跟你非常亲近呢？所以说，我们如果跟新进的鸟宝互动太过于急躁，步调太过于快、太过于急的话，也非常有可能让鸟宝跟你离得越来越远，要挽救的难度也就日渐的增高了。当鸟宝不再害怕你的手的时候可以渐渐的把笼门打开，去尝试看看鸟宝愿不愿意自己走出门来玩，或者是说我们也可以用一些食物来引诱它。如果鸟宝还是很害怕新的环境，不想要出来的话，我们也千万不要勉强哦。第4个重点，我们要跟新进的鸟宝保持适当的距离。如果家里的鸟宝刚进到新的环境，遇到新的人的时候，它看到你就好像看到鬼一样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越想要靠近它，跟它们的距离越来越靠近，反而鸟宝是会离你越来越远的。我们在放风的时候尽量不要主动的靠近鸟宝，不要让鸟宝看到你就有压迫感，可以等它们主动来靠近，或者是说放一些食物在你的周围来引诱鸟宝过来。如果鸟宝亲近你的时候，你也不要兴高采烈的马上反应，表现出非常兴奋的感觉。这个时候如果鸟宝看到你很兴奋，动作很大，它反而会吓到，马上飞走。所以说我们可以采取的做法就是，刚开始我们可以假装不在意，我们让鸟宝觉得你没有威胁，这样子的话，鸟宝也会变得越来越想要接近你哦。第5个重点，我们可以用食物引导它们回笼子。
鸟宝放风的时候，总是有要回到笼子的时候，但是毕竟不亲人的鸟是很难乖乖的上手，乖乖的让你抓回去笼子里面的。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可以强行抓，甚至有些人还使用网子。如果是使用网子来抓，或者是用手强行抓的话，鸟宝是十分的害怕的。好不容易让鸟宝越来越靠近你，可能就因为你强行抓它回笼子，而你前面做的努力也都前功尽弃。这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做法是可以拿鸟宝的饲料碗，看它愿不愿意站在自己的饲料碗上面，然后我们渐渐的带它回到笼子，或者是用手拿着食物来引诱也可以，又或者是说我们也可以准备一些小型的战棍让鸟宝站在战棍上面之后，再把它放回笼子里面，它们也会感觉到比较自在。前面这5点，我们在跟鸟宝培养完感情之后，现在鸟宝已经越来越亲近自己了。再来，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好好的跟它们培养感情，让鸟宝它可以更接近你，更愿意跟你一起相处。第6点，让它们亲近我们的方式就是和它们多多说话。荧幕前面的观众可以多多的跟自己家里的鸟宝说话。有些饲主也跟我分享，他们喜欢跟家里的鸟宝说说心事，分享一下自己的心情，或者是常常称赞他们，他们都会觉得人类的声音跟他们是很友善的。我们要切记跟他们讲话的时候语气要特别的温柔，让他习惯你的声音，也习惯大家叫自己的名字。久了之后，他听到你的声音也会十分的安心，特别的稳定。如果跟鸟宝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很棒，想要奖励他们，我们也可以利用把音调提高的方式，例如说好棒这种方式来去称赞鸟宝。鸟宝他们如果听到音调比较高的声音，是特别容易有共鸣的，他们自己心里也会特别的高兴。虽然说小型的鹦鹉他们可能比较听不懂人类语言的意思，但是他们仍然可以透过我们很高的音调来感受到给他的奖励，给他的鼓励，也可以从我们的音调当中分辨出我们是在称赞他还是在责备他第7点，我们可以跟他感情变好的方式就是多摸摸他们的头部以及颈部。我们在鸟宝发情的那部影片里面有提到，帮家里的鸟宝搓搓羽管，跟他们搔搔痒、摸摸头、按摩的时候，都是在鸟类的生活圈当中感受到非常亲近的互动，也就是非常非常亲密的行为。要跟鸟宝培养感情，可以多多摸摸他们的头部，帮他们马杀鸡按摩一下，对于你跟鸟宝之间的感情也都会有非常不错的效果但是每一只鸟宝它们的个性也都不一样，所以说如果家里的鸟宝真的不喜欢摸头的话，我们也千万不要勉强。第8点，我们每天都要拨出时间来陪伴。鹦鹉它们是属于群居动物，群体而言的生活对它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单只饲养的鸟宝，如果我们没有给它足够的陪伴，可能会衍生出相当多的衍生问题，更非常有可能因为没有足够的陪伴而恢复野性。恢复野性之后，它们就没有那么亲近人了，或者是感到忧郁。因此，我们每天都要拨出固定的时间来陪伴家里的鸟宝，用手喂喂它们吃东西，跟它们玩，摸摸它们的头，都是很棒的亲近方式。但是如果家里的鸟宝并不是单只的饲养，是饲养1对或者是2只以上的话，那其实它们2只如果在互动的过程当中状况良好，我们就比较不用特别的担心它们孤单寂寞了。但这边还是要注意如果它们自己感情很好的话，也是有可能会恢复野性的，跟人类比较没有那么亲近。这一点在群养的鹦鹉当中也是时常发生的，各位可以特别注意。第9点，我们可以利用奖励代替惩罚。许多传统的教育方式都会习惯使用惩罚的方式来跟鸟宝说这样子的行为是不对的，但是比起惩罚，其实用奖励的方式来去鼓励鸟宝，反而会达到更好的效果。使用奖励这样子的训练方法，可以让鸟宝他们更期待达到对的事情。我们如果使用奖励的训练方式呢，鸟宝他们就越来越迫不及待做出正确的事情来得到奖励。可是惩罚的话，有时候鸟宝根本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只是觉得自己被惩罚了，反而跟人类的感情会越来越疏离，也很有可能会变得想要记仇，想要远离你。这样子不仅没有矫正鸟宝行为不当的问题，更有非常大的几率会破坏你跟鸟宝之间的关系第10个，我们可以去做的事就是跟他们玩一些训练游戏。不少鸟友应该有看过鹦鹉的才艺表演，教鸟宝才艺跟他们培养感情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互动关系。当你在训练鸟宝才艺的当下，鸟宝他们会觉得你是一心一意的专注在他们的身上，陪伴他们。做得好的时候又可以得到奖励，不仅可以帮助鸟宝分散注意力，又能够学习到很多可爱的互动游戏来分享给其他鸟友。这个方法真的也算是一种一举多得的好方法以上10点如果做得确实的话，鸟宝是有很大的几率慢慢的亲近人的。前面是讲解
解如何让鸟宝变得更亲近人。但是如果鸟宝亲近人过头了，它们变得越来越依赖人，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当你跟鸟宝的感情越来越好，它们如果没有看到你的时候，就会想要惨叫、尖叫，那就是我们在讲的所谓的过度依赖。过度依赖的鸟宝非常容易产生心理疾病，进而导致其他的行为异常，例如咬挠等等状况发生。因此，我们在跟它们培养感情的同时，我们也要同时的了解要如何避免鹦鹉过度的依赖主人。第一点，我们尽量不要跟鸟宝形影不离。当我们跟鸟宝已经建立起了感情之后，难免我们有可能会想要整天都跟它们待在一起。不过我们如果可以让鸟宝适当的独处，有自己的时间的话，其实是好的哦。即使你现在有空每天都在家里陪着鸟宝，但是也不代表以后我们就真的有办法24小时待在鸟宝的身边。总是有可能会遇到需要出远门的时候，过度依赖主人的鸟宝可能会一时无法习惯主人不在他们的身边，就非常有可能会焦虑、大叫、搞破坏，这些状况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因此，虽然说我们要每天拨出时间陪伴鸟宝，但也是要注意，是可以给他们一些适当的个人时间，或者是说买很多玩具给他，让他在没有你的时候也不会感到无聊。那么第二点，要避免鹦鹉过度依赖主人的方式，就是我们给它放风时间尽量不要固定。鸟宝它们的记忆力不差哦，如果它记得每天哪个时间是固定要放风的话，它们会知道哪个时候放风的时间到了。等到时间到了，它们就会变得非常的兴奋，也会非常急着的想要出来。假如我们哪天变得比较忙碌，或者是作息改变的话，我们没有在该放风的那一段时间放它们出来，它们会觉得平常我都是这个时间出来，为什么今天不行？严重一点，可能会出现其他的行为偏差问题。所以说，放风的时间尽量不要固定，鸟宝它们就比较不会对特定的时间有所期待，而充满未知的一天，对于好奇心满满的鸟宝而言，它们会觉得更加的有趣哦。第三点，运动。足够的运动可以让他们消耗体力，也能够让鸟宝他们的身心愉悦。出门前如果可以让鸟宝消耗一大半体力，等他们累了，他们就比较没有办法去在意分离这件事情喽。第四个重点就是适当的忽略鸟宝。我们不是讲到要培养感情吗？为什么这边又提到说要适当的忽略鸟宝呢？这边是建议各位饲主可以适当的忽略鸟宝2个时机，分别是出门前以及回来后的这2个关键时机点。我们在出门前不要对鸟宝太多的依依不舍，回家之后也不要很兴奋的就跑去找鸟宝，因为这些行为都会让鸟宝更舍不得跟主人分离。所以说我建议各位饲主在出门前以及回来后的这2个时机点，用平和平稳的语气跟鸟宝对谈，跟鸟宝互动就没有问题喽。第5点，我们可以避免鸟宝过度亲近人的方式，就是我们不要心软，我们要适当自己的原则。在矫正或者是避免它们过度依赖的时候，爱鸟心切的鸟奴们一定都会心软。例如，我们在跟鸟宝分离的时候，听到鸟宝一直惨叫，一直呼唤着自己就会舍不得，一直想要回头，一直想要去找鸟宝，或者是说他们用渴望的眼神想要拜托你放他们出来玩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心软，很想要放他们出来。我们只要每次都顺从鸟宝，就有可能会让鸟宝对我们过度的依赖。我们要做一个有原则的饲主，让鸟宝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而不是使用吵闹或者是破坏东西来去吸引主人的注意。以上这支影片就是帮各位整理跟鸟宝互动的时候可以注意的重点。我们帮各位整理了10个让鸟宝更加亲近人的方式，以及5个避免鸟宝过度依赖人的方法。不过影片的最后还是要跟各位说，每一只鸟宝它们的个性都不大相同，也不见得是用我口头叙述的方式就可以让大家清楚跟鸟宝互动应该怎么做。各位一定也都是要亲身去经历、亲身去感受鸟宝跟我们的互动关系。那也非常希望这支影片的内容对于刚带鸟宝回家的饲主来说有不错的帮助，大家也可以分享给想要带新鸟宝回家的人哦。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并且分享。如果有任何添购鸟商品的需求，也都非常欢迎各位到鹦鹉小木屋的网站看看。鹦鹉小木屋的 IG 及脸书的粉专也都会更新最新的动态消息。我是 Jack，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Maybe